长城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到底有哪些东西？到底有多长？他为什么这么了解长城？讲3天，时间都不够。他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参与长城研究保护工作近10年，组织1000人团队，最终测出长城总长度。长城几千年以来修了那么多，到底有多长？地球上就没有人知道。现代卫星遥感这些技术精确到厘米级。长城之美究竟美在哪里？哇，这是看得人鸡皮疙瘩直起了哈。对于长城，我们有多少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一说长城，全是八达岭、金山岭、慕田峪、山海关，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到底在太空能不能看见长城？说的人都没上过天。古人在这个地方能够建这么大规模的东西，你不得不非常的佩服啊。从今天开始，我觉得大家对于长城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和看法。美从何处寻？本期演讲者柴晓明。各位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如果家人第一次来北京，让你推荐3个北京的景点必看的，会有哪3个？故宫、长城、北海颐和园，太多了。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个地方是不会跌出前3名，长城。不过说到长城，大家感觉好像都非常熟悉。可是你真的知道长城吗？你真的了解长城吗？所以在今天的开讲开始之前，我受我们开讲嘉宾之托，对现场的情况摸个底，看看大家对于长城究竟有多了解。几个简单的问题，谁有自信说我大概能知道？看着我好吗，你们？这个场面非常熟悉，只要老师一开始提问，所有人的眼睛就绝不跟老师对视。没关系，都很简单的问题。谁有自信举手？好，来，这位女生，掌声送给她。长城最早修建于什么时候？前代。错。春秋战国时期，最早应该是齐国修建的长城，但是大家一想到长城最早都想到秦始皇，只不过是他那时候开始把那些各段长城开始连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重大误解啊！明长城长度多少？请您赐教，这个真的不太清楚。这个不太清楚。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也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是现在。经过今天我们这位开讲嘉宾和他的团队的努力，我们终于给出大家一个准确的数字。明长城的城墙目前探明的长度是8851千米，远远超过万里这个概念了。其实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大家感觉好像自己都知道，一说起来都明白，但是真正一想，有很多的细节，也许大家并不是特别清楚。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他和长城之间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有渊源，而且一定能解开你们心中更多对于长城的疑惑。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有请柴院长。柴院长您好，欢迎欢迎。
家，请坐，请坐，请坐。刚才我们在您上台之前啊，我们找现场的一位观众问了几个问题，您都听见了吗？我听见了一部分。对于他们的回答，在意料当中。所以，关于长城，大家存在着一些误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一直探讨的，就是到底在太空能不能看见长城？我估计说的人都没上过天，我估计是猜的。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有权威来回答这件事情的人，那就是我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老师。没来，今天没来，但来过我们开讲。我们来看一下。我问一个，可能大家会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在太空可以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没看到，没看到。我飞行回来之后，很多人在问您这个问题对吧？这个包括咱们连线的时候也在问。实际上，我在太空当中，想去求证一下每当我们的飞船能够路过我们的祖国上空的时候，那还是只要在白天都拼着命的往下看，甚至于我们的飞船飞到亚洲，你都会感到亲切。我想科技还是讲究实事求是的。那我说我没有看到，我也没有敢否定别人。那么到了神舟6号的时候，我就跟着我们的这个俊龙和海胜讲，我说您俩飞行时间长了，一定在上边给我好好看一看。接着看啊，你结果他们两个也没有看到。那么到了神舟7号，包括我们刚刚回来的神舟9号，我们的航天员也非常遗憾的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杨利伟老师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自己没看到，然后神6、神7、神9，一直到后面天宫2号。就每次只要有宇航员上去，就嘱咐看一看，但是确实看不到。我想机器人或许能看到。哦，就如果你高分辨度的那种，比如说用机器光学的设备，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对，您对长城的了解应该非常多，就是北京的这几段长城，您都爬过吗？金山岭、金山、八达岭、居庸关、居庸关这3个地方。慕田峪您去没去？去过，但是说呢，我很少能有时间去认真的一个一个的去看这种风景式的东西，确实很少。但是您不是一位普通的中国游客，您是一个接触长城、了解长城、保护长城，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我要是从大学毕业，做考古、做文物保护，到现在30多年了吧。但是说专门去研究长城、调查长城，是本世纪初的事儿，不过10多年。10多年。比各位接触长城的年头没长多少。对。关于长城，如果让您用3个词来描述的话，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伟大，伟大，但是说呢，我觉得站在他的面前又很渺小，站到大家的面前让我讲长城，我很惶恐，我讲不清楚，太博大了。伟大是第一个词，第2个词呢？渺小，对，和惶恐。这是一个中国人站在长城面前，从内心发出的感慨。那您和长城之间的故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讲台留给您，有请柴院长为我们开讲。各位好，刚才呢实际上介绍了长城呢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很可能呢你当时没有体会到，没有很自觉的去这么想。但是您想想，从小就读着毛主席的诗词，不到长城非好汉，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如果从文物古迹、从景点，长城我认为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当中肯定是排在第1位的。但是说呢，长城呢，你越去了解的多了，你倒觉得你在他面前，你越没有自信了，太博大了。你发现你不知道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从最基本的问题说起，比如说，长城到底有多长，就有多大？长城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到底有哪些东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去理解长城？
一说长城，全是八达岭、金山岭、慕田峪、山海关，实际上不是。这些砖的是代表了中国长城的形象，东部崇山峻岭当中，非常的壮美，屹立在那儿，像巨龙一样。但是说呢，它可以是代表，但是它不是主体。长城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从不同的材质来讲，有土的、石头的、砖的，这里边什么材质的最多呢？是土的。我们的先人他因地制宜，比如说在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在草原，那就土这种材料很多，它就是以土为主材去建造长城。一种是夯土，这个是占量最多；一种呢是土坯，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少的是在那个沼泽地干涸以后挖的土块，垒砌的。这个占多少呢？不到60%，就说整个长城有一半多是土的长城，各种各样的。你看着它很蜿蜒，一眼让你看不到头，那也是一种苍凉、悲壮的那种美。说古人在这个地方能够建这么大规模的东西，你不得不非常的佩服啊。其次就是石头的，石头的呢占到20%几，在山区，石头就地取材方便，那就用石头。其实这个建石头石质长城，并不像我们在八达岭啊，在山海关见到下边那种条石基础，实际上有的就是很自然的石头，有的稍加处理，有的不处理。当地老百姓管它叫干叉，干叉，这两样合起来就是80%左右。其实我们看到的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这样的包砖的这类，看着现在保存好的、比较完整的、高大的，实际上呢不超过4%，还有10%几哪儿去了呢？这个就是有山险，修到这儿了，利用自然的山体当城墙用。他的骑兵人过不来了，那就够了。还有河险，真正砖，大伙儿看的那个很壮观、很雄伟的砖，比例非常的小。所以说，我们对长城认识还不了解，就是这些表面的。一说修长城，维修全得修成八达岭那个样子，那就坏了。那就是我们对长城的理解出现偏差。还有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认知的一些误解。比如说，我有一年调查到那儿，其实我就知道这儿有长城，在西北，我就想着找一近道过去，那走的实在累了，这个脚底板都不敢走那个硬的路面，它硌得慌。走刚耕过的那个地，我就说我想抄一近道过去。说，大哥，您那个长城怎么走啊？他就莫名其妙，他说我们这儿哪有长城啊？我说有啊。他说长城在北京，你走错了，离这好几千里呢。哦，我说就那儿那个。他说那不是长城，那是大边，是边墙。哦，我说明白了，因为我搞长城这个调查呀、研究啊，对这个知识还是有一些。明代，比如说对长城就叫边墙，一直沿于现在，因为当地人他不认为这是长城，跟北京那两码事儿，我这是大边二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些长城在那儿保护当中出了问题，比如说把战国长城修成了明长城，甚至有的地方还安上了窗户、塑钢窗，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呢，当时上级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牵头呢起草一个工作方案，经过国务院同意以后，从2005年开始执行的长城保护的10年的工作计划。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对长城的资源开展调查，各个省呢，包括考古的、文物的，还有测绘的，大约是2000人。我们在调查的时候，有些地方我去过，有些地方我没去过。我听有的队员们讲，那我为了去一个 GPS 点，那比如说有一个烽火台一敌楼，必须搁到它的顶上去，那你是上不去的。在野外跑又不可能搬着梯子，那就各种办法去上去，其实也很危险。该下河的时候就得下河，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住到哪儿，
其实呢，野外条件非常的不好，有些地方没有到，可能长城修完以后废弃以后，最起码几百年没人去了。比如说到西北去，到新疆，就要调查那些烽火台嘛、烽燧嘛。其实你开着车去，一天走不了2个，太远了，跑半天才能找一个地方，而且开着车，有的时候车过不去了，你再走过去。就像这种的情况非常的多。这次调查长城呢，大约用了小10年的时间，对咱们中国的长城总体上算是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过去都是说长城几千年以来修了那么多，到底有多长？不知道，地球上就没有人知道过。这次呢，通过这个现代的卫星遥感这些技术，精确到厘米级的，最后公布的总对长城应该是21196.18千米。我认为它是至少我们历史上修的长城最少是有这么多，有这么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我们这次测的是我们发现的，我们认识到的，它是很可能历史上有淹没在地下了，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在测的过程当中，那段长城、这段长城中间呢有10几公里，甚至更远，断掉了。这中间很可能有拐弯，我们不好妄加判断，也没有时间去做考古发掘，看地下有没有。怎么办呢？2点之间选直线，大家知道直线是最短，所以说我们得到这个数据，最短有这么多。所以说有时候我说长城有多少，我说个5万华里吧。这个是有可能有的。我是做保护、做技术工作、做研究工作做的比较多。人家问我，你们做这个工作的和我们一般的观众有什么不同？我们面对的长城，如何去看？它是一个旅游点，是一个可以欣赏的地方。看着它很美。很漂亮，到底美在哪儿？从我的角度来讲，它的外观美是一方面，比如刚才我讲了壮观啊，什么各种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精神方面，它的历史价值，它的文化价值。长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物，恐怕在世界上你找不到第2个，因为它修了几千年。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实物的长城，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长城、燕国的长城、赵长城。然后秦始皇统一以后，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把燕、赵、秦这个北部的长城给它连接起来，就成了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道长度超过1万里的长城。然后又是汉代，一直修到明代，修了2000年。我甚至有时候想，我们的先人，他们为什么要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要修长城，要做起来？实际上，它是一种对和平的一种渴望。我们从来不去欺负谁，不会侵略谁，但是你谁来，我们也不怕。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这么一种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在战争的时候，这个长城它是一个军事防御体系，但客观来讲，在和平时期，它的更主要的功能是一种交流和纽带。比如说关口，它有建筑、有官埠，它就可以变成这种贸易的场所，可以就像现在海关一样去管理这些贸易，给来往的客商提供住宿各种服务。其实，在历史上这种功能也是很强的，它也是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纽带。长城从2000多年，它走过来，祖先的魂魄，他的灵魂，在长城上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怎么去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生活，努力的去干什么，去寻找古人从自古以来的这一种梦想。所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还要去研究、去保护它。在这儿呢，我也呼吁各位
有知识、有文化，而且这里边还有好多长城的爱好者、长城的志愿者。我们一起去宣传长城，去做好长城的保护。我们看到了2000年以前的长城，我希望200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看得到。谢谢大家。谢谢蔡院长，谢谢。谢谢各位，请坐。我发现您的这个情感，在您的演讲中流露出来，就是您对于长城这样一个古迹，您已经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项保护的工作在做了。就时间越长，您会觉得您跟这样一道伟大的城墙之间的这种精神上的联系纽带会越来越深。所以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于长城还是停留在景点这个概念上。但实际上，从今天开始，我觉得大家对于长城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和看法。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然后有很多的观众在网上提问题。我们首先先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来看看网上网友提的问题。柴老师您好，现在有这么一种现象，很多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在北京待个10年8年都没去过长城，一般都是家里有亲戚来了，顺便当个导游去长城打个卡。现在年轻人好像没有上一辈人对长城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了，请问这是一种文化的缺失，还是现在年轻人实在太忙了？我觉得很可能是太忙。还有一种，长城就在这儿，2000年了，那我晚去几年也没关系。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啊，我是到30几岁才第一次上长城。我就是想，哎，反正在跟前，我总是有机会。守着长城长大的人30岁。哎，我先去哪儿呢？有机会去桂林，有机会去布达拉宫，然后跟前的最后再哪儿远先去。对，所以说年轻人在北京打拼好了，晚几年再去，我觉得没关系啊。但是关于对美的感知和享受，其实一直有一个说法，就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恰恰有的时候是遮蔽在人们眼前的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对美的遮障。恰恰熟悉的地方不是没有风景，而是你没用心去体会，你没有用心去发掘。接下来现场观众的小纸条的问题，柴老师，您觉得孟姜女哭长城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呢？哭倒的是哪一段呢？我只能告诉你，哭倒的是一小段。孟姜女哭长城，其实呢，这是一个中国几大爱情故事之一，歌颂爱情的孟姜女嘛，寻找她的丈夫嘛。前些年也有一种说法，说是老百姓对修长城、对这个劳民伤财的这种劳役苦役，对统治阶级的一种控诉。当然，现在有多种说法，比如说孟姜女哭长城，说的就是在山海关那儿，那不有姜女庙吗？对，纪念她，说那块儿哭倒了800里。还有权威机构的山东省的这个研究人员讲，这个孟姜女的故事，它的起源是山东齐长城那块，有这种说法，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但是说呢，我的理解还是为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做贡献。孟姜女是我这儿的，就有一个旅游点出来，我觉得是有这种争论。但是说孟姜女哭长城，据我所知，正史上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故事应该是寄托了人们的一些情感在里面，比如说既有对于当时修长城劳民伤财心存的这样的一种怨言，同时也有对于爱情故事忠贞的这种爱情的一种向往等等。对，谢谢柴院长回答了观众的问题。接下来有6位青年代表，他们在听的过程中也有些问题想跟您交流，谁先来？好，杨东。曹老师好，小蔡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一名热衷于拍摄长城的摄影师。哦，您猜一下，我拍摄了一共有多少张长城照片？几千张？上万张？有10万张。有胶片的吗？都是数码的，没有胶片的。你应该感谢这个数码时代，这要是胶片，你早破产了。我是特别喜欢长城，听完这个柴老师的演讲，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长城之美。这是拍摄的河北的杜市口长城，航拍的。哎呦，这个啊，
无人机，对，航无人机高空航拍的。漂亮漂亮漂亮！哇，这是北京司马台司马台，星空下的长城。司马台确实是一个观星的非常好的地点，这是看得人鸡皮疙瘩直起了哈！这种图片，确实。这是春天的北京建构长城，杏花盛开时，一场春雪的到来。这个我知道了啊，慕田峪长城。错，河北的金山岭长城。看它那个楼跟那个慕田峪好像啊。这张是八达岭。对，我刚想说八达岭。哦，这张确实是。甘肃嘉峪关关城，下了一场大雪，也是无人机俯视拍摄的。哇什么？把烽火台拍得跟个烟囱似的，还冒着白烟儿。你的创作理念是不是让他再现当年烽火缭绕的这种感觉？对对对，烽烟再现的。但一看他不懂，哎，您说对了，对吧？一看他不懂。我觉得这种建筑上呢，要是冒烟的话，那是失火，应该不是冒烟的地方。这应该是个敌楼，它不是烽火台，不是烽火台。对，烽火台的功能呢，它是传递信息的，就是由边境向指挥所，它可能沿路就传回去，通过这个狼烟，很快的把信号传递过去。但是说，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拍的很美。蔡老师，当时我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拍摄于河北的金山岭长城。金山岭当时猛然间注意到天空一片乌云飘来，我意识到我可能会拍出一幅奇观。传世之作也不是。于是我赶紧拿起相机，调整了光圈快门，顺着长城奔跑，寻找乌云和这个敌楼的最佳错位以求这个烽烟再现的这个效果。嘿。对，当时拍完这张照片给我特别大的震撼，有那么一瞬间一下击中了我，从此我就专注拍上长城了。像老师您从事您这份职业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那种一瞬间被击中的感觉？促使您做出一个决定，或者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我想可能这种被击中的感觉经常有，瞬间心动的那种感觉。对，干我们这行当，老是有这种新发现，一个一个的，有好多的心动。比如说，我在某一段，比如我长城调查，我去之前，我第一次看长城烧砖的窑，我见过好多从几千年以前的5、6千年以前中国人刚会烧陶器时候的那种窑，到现在的那种大龙窑、串窑，我都看到过。但是说我还是猜烧成砖的窑是什么样子。一看到跟别的不一样，其实它也是一种震撼。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有朋友曾经问您，说您这天天跑长城，天天看长城，说长城在您眼中还有美吗？您当时就回答了一句话：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借用而已。对，是，但是您用这句话来回答对方的这个问题，就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您和长城之间的那种感情，可能就像你所说的那种瞬间被击中的感觉。其实我要对长城，我想着我对他的感觉，对他的这种兴趣，不像您，我是一点一点慢热的过程，在工作当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跟你是不一样的。跟年龄有关系，我在你这岁数肯定也一下很有激情，所以说年轻好。谢谢蔡老师，谢谢，希望未来还能看到你更多精彩的作品。下一位，大家好，沙老师好，蔡老师好，我叫梁庆利，我是这个榆木岭村这个土生土长的长城人，我每当这个推开我们家房门，都能看见咱们对面的长城。小的时候，我也会这个经常去爬长城，有的时候也会在这个敌楼里这个做一些游戏了，像这个抓石子了，做一些各种战争的动作了。你没往家里搬过砖吧？搬砖不可能的事情，那种砖石瓦块特别坚硬，根本都抠不下来。你看你试过，你试过。我们祖上当年都是随着这个戚继光将军到我们村上这座长城来戍边来着。我也做过一些调查，
在这个我们土壤一块石碑上写着我们祖先的名字呢，梁天业。我是长城的后人，其实感到特别自豪，很羡慕你，很羡慕你，是因为现在啊，中国的年轻人还能够在土生土长的家乡能够寻到自己的根，并且有这样明确的证据，就在家门口，长城石碑，你很幸福。我曾经总在长城上看见一大批驴友，还有营友，各种爬长城的，他们每逢都是周末，在国庆的时候、五一的时候，都会来爬这野长城，因为野长城人少嘛，不收票，他都会去爬这种野长城，把我们我们村这个长城都已经踩塌了、踩坏了。小梁啊，就属于只准自己去玩，别人来就是破坏。自己小时候抠砖没抠下来，开玩笑啊！但是他说的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你想过去，比如说城市里要去那儿的话，一个路途遥远，第二个它不方便。现在一自驾游很方便，人越来越多。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当地的长城仍然还处于一个比较原生态的状态，没有更多的保护和修缮。实际上，他说到这儿来是因为不收票，人少不收票。人少。其实呢，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部分人来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了。主要的还是你这地方，刚才你看着它原汁原味，我能看到一个真的长城。所谓的野长城，一定是真长城。我想呢，你吸引人的是因为这个。所以说现在交通方便了，生活好了，有钱有闲了，其实有精神追求了。我觉得呢，大家去看长城，我觉得这本身不错，没有问题。但是说呢，哪儿我们能走能看，就是那种一看还很坚固，你人走一走，损伤不大的地方，那就现在让大家去看。说这个地方呢，一碰就坏了，比较脆弱，暂时别去，把它修好、加固好，原汁原味的修好，再慢慢的扩大，让大家这种爱好者去。现在我觉得慢慢的这个文物保护的意识其实也是越来越强了。像这样的事儿，应该未来不会太多。我肯定会保护好我们村里这座长城的。谢谢你，保护好家门口。谢谢。下一位，杰米。哎，你怎么认识我？你不写的名字吗？杰米。哦，原来如此。萨老师、柴老师，你们好。你好。我是英国人，我是中英混血。我跟长城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没有长城就没有我。大家立刻开脑洞，在长城相识。对，其实跟这个有关系。我刚才听柴老师说那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特别有感觉，因为这两个人是因为长城而分离的，但是我父母是因为长城而相识的。我爸是英国人，他1986年来到中国，为了实现他童年的梦想，就是徒步整个明长城的全线。就是他跟我长得特像，对吧？你跟他长得，你跟你爸长得特像。对，长得特像，对，这样才对。所以爸爸是86年来到中国，当时是背包客，想走一遍明长城。对，他就是从小就对长城非常热爱。11岁的时候，就在地图册上看到明长城的这个凹凸状的，他就那个时候在课堂上发誓，老师，我以后要来到中国徒步整个长城，然后成功了，收获了爱情，就一直在中国研究、保护、拍摄长城。然后我们一家人都是做跟长城有关的事情。我和我弟拍过长城的纪录片。哇，那这一家子真的是。我是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在4年之后，我想和我弟徒步整个明长城，像我爸爸一样。所以我的问题是，柴老师，如果您要选择一位历史人物来和他一起徒步长城，会是谁呢？不一定是今天还活着的人，可以是秦始皇或者谁都可以。秦始皇，那是皇帝一般的见不着，是吧？对，我想如果要徒步走的话，我还跟戚继光一块儿走。哦，对，这很有意义。戚继光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
保家卫国的一个民族英雄，是个大英雄军人。本人最大的遗憾，这辈子没当过兵啊，跟他当了兵去。这很有意义。如果是你，你想跟中国哪个历史人物一起走？其实我不会跟中国的某个历史人物去，我会想跟一个美国人去，他叫威廉·盖洛，他是整个看完明长城的第一个人，而且是在1908年的时候。我想知道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在1908年的中国看到了什么。我想在那个时候跟他一起走一遍长城。如果是我，我希望有机会跟岳飞一起走一遍长城，因为他是感受过靖康之耻，当时他是多么希望能有一道长城，他是没有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英国也有长城，叫哈德良长城。英国这个哈德良长城是古罗马人在公元2世纪修建的一道防线。你看这旁边有一个步道，游客并不是在上边走，而是在步道上走。我在想，就是野长城，会不会不让人们在上面攀爬，比较好，而是在旁边开设一个非常长距离的步道，就可以让大家在长城边上游览，也可以欣赏到长城的景观。你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哈德良长城这2年呢，我们和管理机构，我们院和他们合作很多，其中去年、今年到明年我们都有活动，叫双强对话，对这个呢还是有一定了解。其实，在我们中国长城呢，有一部分地方是可以借鉴这种经验的，但是说呢，确实中国的长城啊，跨越的地理这种地貌太长了，而且有的地方您想做步道，对，可能性不大。小梁他们的村我没去过，不知道能不能做步道。旁边有办法做步道吗？很可能在山脊上没有地方做。这个如何做，确实需要开脑洞啊，去琢磨琢磨。但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我认为。就是把长城本体保护起来，对，在边上看，游客不踩上去，对，有点像秦始皇兵马俑，你哪怕在旁边修栈道或者怎么样，大家就可以看，但是你上不去。对，谢谢谢谢，谢谢杰米，也替我谢谢你的父亲，几十年来一直在致力于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谢谢他。下一位。柴老师好，小撒老师好，我叫侯雪庸。今天听了柴老师的一番演讲，我了解到咱们中国是在05年的时候才开始对长城有一个正式的检测的一个工作的，但是长城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了，请问为什么这个检测工作这么晚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个工作呢？实际上呢，我们对长城的研究、长城的保护是很早。其实最早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就开始做。当时的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召开了几次全国性的会议，在第1次、第2次文物普查当中，都把长城的调查纳入日程。但是说呢，都是各省各地分门别类的去做的，就是没有把它汇总，资料很零散。到本世纪，为什么这时候能够这么大规模的做？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国力增强了，我们可以拿出钱来做这件事儿，这是很花钱的。饿着肚子你是干不成这件事儿的。第二呢，经过几十年的锻炼，我们到这个时候呢，有一支尽管人少，但是说呢水平还不错的考古文物队伍。这支队伍也很关键，而且通过这个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也很快。就这次我讲。测绘系统，国家测绘局组织的，对我们的技术的支持，用卫星遥感技术来帮助我们做。我相信，只有到这个时候才具备条件这么大规模的做。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肯定不具备这个条件，那时候电脑还没有 ，GPS 就更没有。当然，要到现在，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北斗系统，精准度更高。谢谢两位老师。其实今天听了柴老师的这个一番演讲，然后我也感觉到了，确实长城应该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必须要去的这么一个名胜古迹吧。所以我打算今天在这个节目里立下一个 flag， 我打算在今年把八达岭长城，然后还有这个山海关，然后走一遍。
我觉得今天节目录完，你们6个青年代表搞不好会在长城上相会。谁看？哎，你也来了。也可以去看看我们村里的这个野长城。好，可以，谢谢2位老师，谢谢。下一位。蔡老师跟曹老师好，我叫王建顺。我看到蔡老师特别亲切，就像您说的什么 GPS 啊、扫描仪啊，那都是我专业的东西。我主要是做的3维建模和优化。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将长城数字化保护，用 AI 技术来帮助我们修长城。怎么理解？就是您看到这后面的就是它的那个3维模型。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获得这个3维模型呢？其实我们只要简单的走一走就好了。就是我们利用无人机去外页获得长城的一些高清影像，然后再把这所有的影像都扔进3维建模软件里面跑一跑，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实际的3维模型了。这高清到什么程度？就你放大之后，它可以很多细节都能看到吗？对，就是当它放大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看到它就是长城上所有的纹理，包括你可能在上面扔的垃圾啊，都是可以看到的。他们的工作应该给您和同事提供了很大的。其实他们的这个专业，这个很厉害，帮过我们做。比如说，我们长城在几年以前就可以做到每一块砖的尺寸，在它图上就可以测量出来。是。这个楼子多高多宽，这城墙多厚，就刚才这么长的，这个都没问题，都能够做得到。这个技术已经是非常先进了，很方便。那像我们做数字文化保护的这一块，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也是留下它的几何结构跟纹理。比如说像一些虚拟体验，它会不会让我们对于像长城它所内在的一些精神内核或是审美体验有一些打折呢？长城的一个灵魂，它要如何去保存？其实呢，现在这个科技啊，比如说刚才咱讲的这个 AI 啊，在文物保护上是有过许多的探索。不知道大家去过敦煌没有？敦煌专门有一个数字体验的。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因为有的洞窟不易人进去，所以说他用这个现在就是拍下来，给你放到一个体验馆里边，你去看。应该说看那个真是比在洞窟里边要清楚得多，细节你想怎么看都行。当然，人嘛，我总是要看个真的，去摸摸那个真的。这个好像这种虚拟技术解决不了。实际上呢，我认为像这种数字技术，我们做保护的，看你这个东西，我就可以拿方案出方案，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你就可以多做些工作，多保护一些。去年说有一个长城，叫什么月亮门，那倒了，而且呢，现在咱们在这说的时候，可能就在某一段长城在消失。就有这么几万里的长城，到底咋办？这是个问题。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些。所以说，现在我们和测绘、搞这种现代技术的人，我们这个合作的非常多。国家测绘局对我们的技术的支持，用卫星遥感技术来帮助我们做，就会好很多。谢谢。今天在柴院长的整个开讲的过程当中，有2个瞬间让我非常的感慨。一个瞬间就是当杨东把他拍摄的长城的图片展示在屏幕上的时候，全场的那种惊呼、那种赞叹、那种发自内心的对这种美的渴望，我感受到了。第2个瞬间就是在刚才您说到，就在此刻，也许某一段长城正在坍塌，正在消失。那一瞬间，全场突然沉默。我能感受到每一个人心里，你们感觉到的那份压力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所以我在想，长城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但是我相信，这样一个几万里的人类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如果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依靠我们的科技，用我们的理念，用我们的管理，能够把它保护好，这件事儿将是世界第9大奇迹。感谢各位，也感谢柴院长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最切人心。无论何时，无论